大闸蟹每个人都爱吃，但你真的了解大闸蟹吗？怎么才能挑选出肥嫩多汁的蟹子？本期视频咱们就说道说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期待的大闸蟹今天正式上线。看见这一堆的蟹子没？你们是不是觉得都是一个损色？其实都是有区别的。不同形态、不同地域的蟹子，肥度和口感究竟能差多少？如何在鱼龙混杂的蟹子中找到性价比高的种类，是本期视频重点要讲的。那么讲之前呢，我们就得先了解一下大闸蟹。大闸蟹并非蟹名，而是指的一种捕捞方式。南方地区普遍称之为大闸蟹，在北方地区就叫河蟹，中文正式名中华绒螯蟹。这个季节，大闸蟹开始大量上市，母蟹已经开始上籽，公蟹还需等到11月份才能上钩。所以现在不是吃公蟹的季节，很多人吃了一辈子的大闸蟹都不清楚公蟹的蟹膏究竟是啥，反正吃到嘴里面喷香喷香的。其实母蟹也同样可以吃到蟹膏，要想了解，抛了我给你说道说道。大闸蟹的繁殖期是在12月份到开春才开始进行，公蟹的性腺发育要比母蟹来的稍晚一些。我们看一下具体特征，打开天灵盖，首先看到的是蟹心，大寒之物。很多人问为什么螃蟹的心寒不能吃？因为螃蟹属食腐性动物，食物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，螃蟹吸收了这些物质就要靠强大的免疫系统。它并没有淋巴结等单独的淋巴器官，但血液中会有淋巴细胞、吞噬细胞等免疫细胞。这些细胞在进行免疫时，会将病毒等抗原物质聚集在心脏上。脾胃虚弱的人吃了可能很容易噗噗。中医把这种表现称之为吃了寒凉之物所致。好，咱们继续扒拉，看这里，在蟹胃两侧有两个白色的部位，这个就是它的经槽。这根细细的急里拐弯的管子是输精管，输精管的下端开始膨胀，形成储精囊。重点来了，储精囊的下方有两个絮状的部位，这个部位就是它的腹性腺，有点前列腺的作用。腹性腺会分泌粘性分泌物，给精子提供一个生活场所。当公蟹在冬季性成熟时，分泌物增多，会充斥整个微心腔。我们吃的蟹膏其实吃的就是腹性腺所产生的分泌物。蒸熟后是透明的，味道贼香。交尾期间，公蟹会将精子通过母蟹这对生殖口，将精子输送到纳精囊中。吃了一辈子的河蟹，估计你们纳精囊长啥样还不知道吧？来，我给你扒拉出来，看见没？这个就是纳精囊，一共一对，左右各一个。母蟹排卵的时候，卵子会经过这对纳精囊先进行受精，然后经这对生殖口将卵子排出，会附着在肚脐附肢上的这些毛毛上进行抱卵孵化。现在的纳精囊是空的，如果母蟹交尾成功，纳精囊也都是蟹膏。那时的母蟹卵巢也发育成熟，蟹籽会充斥整个腔体。所以说，吃大闸蟹最肥的季节就是在母蟹产卵前的头一阶段，大约在冬季。说一下蟹黄，蟹黄指的就是肝胰腺，也就是消化腺，由很多细枝状的毛管组成，是主要的食用部位。品质好的蟹子，肝胰腺的颜色应该是金黄色，蒸出来的蟹油就会越多。蟹油多不多，取决于投喂生鲜饵料的占比，多投喂小鱼、小虾、小贝等食物，肝胰腺的脂类物质就会增多，这是区分螃蟹好坏的重要标志。如果是这种土黄色，品质就不好，蒸完就化了，又腥又苦，老难吃了。这就是为了省钱，不喂好东西。好了，有了以上的理论基础，我们再结合外部特征，看看如何挑选出优质的大闸蟹。有以下几点：一、看颜色，青绿、青棕、青黑这3种颜色都没问题。不同的生长环境，体色会略有差异，但颜色肯定是越深越好。但黄色的除外，黄色的主要是因为缺氧造成的一种应激反应，马上就快嘎了。蓝壳和白壳的比较特殊，也比较少见，应该是基因变异的结果。二、看肚脐儿，肚脐儿越大越圆的越好，像这个发尖的肯定就没成，如果是这种已经快覆盖腿的，说明越好。三、扒开肚脐儿，能看到2点黄，说明肝胰腺发达，黄多。像这种根部发白的，说明黄就少。4、摁一下腿的硬度，肥的蟹子你是摁不动的，如果你能摁动，那你就换一个。5、看蟹腿内侧的颜色，发青感觉很透亮，证明它的水质是好的。像这种白的就少差些，很多人看肚皮白不白来区分水质，其实看蟹腿更准。6、看厚度，这一比就比出来了，你看差多少？这个盖都快顶开了，这个就叫顶盖肥。我给你打开一下，你们看看，这品质绝了，满膏满黄。这就是在市场上挑的普通的蟹子，会挑一样肥。7、看毛，蟹腿的毛颜色越棕越好，尤其是肚脐里的毛，如果也是棕色，
至少能说明是个高品质的河蟹，水质极佳。如果颜色发灰，证明水质一般。要是这种，那就更差了，这不是水草质，而是泥质。水草质一般会产生在腹部。咱们再说一下阳澄湖大闸蟹，有人问我怎么区分，说实话，我是看不出来。为了对比，我特意在线下实体店买了一只，是不是真的不知道，反正挺贵，这一个3两重的160一个。比线上贵了1倍。有人说看蟹扣，这玩意儿看不看有啥用啊？咱比较一下，先看这2只，都是来自江苏的蟹子，这个是兴化的，这个是金湖的，这2种价格都在10多块钱一个。它除了干净点，其他特征都一样，都是一种蟹苗出来的，也不可能长出来2样。蒸熟了再看一下效果，能看出来吗？这个能稍红一些，肥度还可以。这3只我分别都尝了一下，贵的除了柚子偏甜以外，其他的没太大区别。花100多买只螃蟹，就为了追求点甜味，我觉得不太值。说完南方蟹，咱们再说一说北方蟹。北方蟹以辽河流域的盘锦河蟹最为著名，形态上和南方蟹正好相反，那就是长得埋汰，因为都在泥地里的环境生长。腹部有一层黑色的包浆，洗不掉的。蟹壳是青黑色，蟹腿要比长江流域的稍短一些，个头也偏小，一般都是稻田养殖。别看个头小，但是肥度好，鲜度好，籽儿多。在北方地区也很认盘锦河蟹，但是现在想买到正宗的盘锦河蟹也很难。教你个方法，就看装河蟹的网兜，如果是蓝色的，基本都是盘锦的。这个习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改变。大家在蒸螃蟹的时候，是不是一蒸就掉腿儿？教你们一个简单的绑蟹方法，抓蟹子的时候，腿儿用手一捋，这么一兜，摁住蟹钳。取条绳子，上面留个结，底下留个头，眼后放在蟹钳处，用手指摁住，横着绕2圈，竖着再绕2圈，把多余的绳子塞到活扣里，拽住绳子的另一头，一拉，这就收紧了。多余的头剪掉，这不就好了吗？这种绑法的好处就是吃起来方便，短头一拉，这就摘下来了，是不是很简单？一学就废。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暴力法，像我这么拿着，放心夹不到手，眼后腹部朝下，大力出奇迹，啊哒，就这一下就干晕了。你看夹不着，气老摇。这2种方法都行，这么蒸就不掉腿了。蒸河蟹的时间大家记一下，比海蟹的时间要略长一些。开锅上气计时，2两的12分钟。2两半的15分钟，3两的18分钟，3两半以上的20分钟，能吃多少蒸多少，吃不了剩下的用湿毛巾盖上，放在冰箱冷藏，一般3天内是不会死的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你们知道为什么面包蟹只能看到母的，而珍宝蟹却只有公的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都来了哈。本来呀，今天想搞一个大的面包蟹，没搞着，但个头也行哈，也不小。如果1枚不够的话，就再加1枚太子蟹啊，也叫珍宝蟹，怎么样？这个头也可以哈。我呢提前都做好了麻醉啊，这要是被夹一下的，那可疼可疼的了。一会儿呢，这只做香辣蟹，一会儿这只做肉饼蒸蟹。咱马上进入全方位、立体化、系统性的讲解，请开始我的表演。珍宝蟹又名太子蟹，主要分布于北美洲一带。由于当地捕捞法制规定不许捕捞母蟹，所以我们只能看到的是公蟹，故称之为太子蟹。它壳如鬼脸，颜色黄褐，脚趾如剑，前如钢锯。面包蟹又名黄道蟹，它形如面包，小眼八叉，满脸条斑，前如鹰嘴，主要分布于西欧大不列颠海域。面包蟹之所以很难看到公蟹，是因为公蟹个体要比母蟹小，而且壳厚，盖里无黄，含油量也非常的低，所以捕捞的时候只要母蟹。母蟹的典型特征就是打开这个肚脐儿，来往这里看，这有一对口，这个口就是加油口。如果是公蟹，打开肚脐儿往里一看，我的妈嘞，有2杆长长的东西，这个就是公蟹的加油枪。有不会区分公母的，就按这个方法精准无误。那么都哪里不能吃？开始解剖。首先把这个脖领子、脑袖子、嘎叽窝好好的搓一搓。干货来了，教你们如何正确开盖。很多人都是从腚部走开盖，这个方法是错误的，既费力又伤手。本人就被划伤过，可疼可疼的了。正确的方法是用右手握住蟹腿，左手从侧边只需3成功力，
哦吼，哎，就麻溜的打开了，流出来的液体是螃蟹体液和血液的混合液，因血中含有血蓝蛋白，死后遇氧气则变成蓝色，而且会成果冻状。大寒之物不能吃，蟹腮大家应该都知道不能吃，蟹心乃大寒之物不能吃。要注意的是，这两边有2个血囊，大寒之物不能吃。蟹胃里面都是奥利给，不能吃。肚脐臭烘烘的扔掉，嘴丫子埋了8胎的扔掉，最后去掉饺子盖，蟹钳拍碎，蟹身轰碎，边上修形，要不然支棱八翘的。重点来了，开始制作。首先做香辣蟹，拿出我82年的屠龙大马槽，烧油啊，烧到6成热就行，别学我啊，我练过。下锅炸之前，刀口处沾点淀粉，锁住水分，炸至金黄，捞出备匀。热锅娘油，炒香干辣椒和麻椒粒，把这些零散码事儿的料头搞里头，炒香，再加入1勺豆瓣酱，半块火锅底料，1勺老干妈，炒香炒透，烹入生抽、蚝油，加水，调味加入1勺糖，1勺鸡精，水淀粉勾芡，倒入面包蟹，淋入红油、麻油、香菜段，来几下天地翻，这小味儿挠一下就上来了。OK，下道菜柚饼蒸蟹，整半斤柚馅，放入葱末、姜末、香菜末，调味加入鸡精、盐、老抽，加入淀粉增加粘度，加入水增加嫩度，然后如视频手法来1分钟的天地甩，甩出胶质，准备用生抽、香醋、姜末调好的一个酱汁儿备用，将柚饼码至平整，蟹肉裹上生粉浆，码好队形，水开上气，大火蒸至10分钟，撒入小葱花，椰油呲啦一浇，淋入调好的酱醋汁儿，大功告成。开始试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都来齐没？马上开始试吃啊。面包蟹呢，咱做的是辣炒啊，一般像咱们这种20多岁的大小伙子都爱吃。太子蟹呢，做的是柚饼蒸蟹啊，这是一个米其林级的一个菜品啊。没有个千八百你就下不来的，但是在我这儿只需2币啊。完了，咱先开始吃面包蟹。面包蟹主要吃这个盖儿啊，盖儿里面它都是膏啊！哎呦，哎呀妈呀，崴一口啊！你看，来，粉丝先吃，奢侈。哎呀，老香了啊，溜鲜溜鲜的，跟啾啾的。绝了，咱再来一口肉啊！吃这个就吃这个籽儿啊，你看辣好好的，麻滋滋的啊，溜鲜溜鲜的。这肉不好吃啊，没有飞蟹鲜，发柴啊，不推荐。咱看看这个柚饼蒸蟹，这个黄就不行了啊！你瞅这里面，蒸完了变这个德行了。这个就是吃肉，它就是肉蟹。哎呀，看烧完浆的这个蟹肉，哎，它就不老不柴啊！看一口，来一口，奢侈。这个就明显不一样了啊，肉啊就特别紧实啊，这个就是柴，你一点味儿没有，这个啊，哇，这好，肉里面一丝一丝的，看到没？这个就是面兜兜的。咱再来个柚饼啊！其实会吃的人啊，都吃里边这个柚饼啊，奢侈。绝了啊！肯定比那个包子馅好吃。不仅有肉的香，而且还有蟹的鲜啊，嚼起来口感的就是特别筋道啊，哎，咸个汁儿的，非常不错。八口，这有大米饭啊，漏2碗是没问题的。做总结啊，
面包蟹是黄多肉少，这个蟹子在9到10月份是上黄的最佳季节啊，那个时候满高板黄。但是我呢是宁吃一口黄，不吃壳中肉啊。太子蟹呢，我是宁吃一口肉，我不吃盖中黄。这期呢咱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关注，别忘了点赞3连，我们下期内容更精彩，拜拜。